有。冠宇把他的第一次给了我们，最高潮状态。冠宇是 gay 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不要！我们想演0号。说不定像我，有可能是0号啊。来啦！工作可以这么说，有车震过。不好意思，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什么？欢迎收看《型男电趴球》。没错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来宾，就是我们的 Aiden 冠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冠宇大明星。没有。今天没有，不要这样，你这样子太见外。因为我们两个今年一个才满20岁，一个满22岁。我18。我觉得很烂。他点很小，真的，他点一点点就可以下。我一直觉得冠宇是比较害羞腼腆，你是有开关的那种吗？对啊，像我今天开关就有开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开了吗？开了。好开心啊！开关开了，那我们就看他开关有多开。哇塞！这个姿势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么撩人性感的？没有，这就是我一般就这样。哦，你平常会这样吗？你在哪边运动？可以这样吗？你在哪里健身？对，我们要去。我们想要下次看你会不会摆同样的姿势。各大运动中心就看到。所以你私下也比较有细腻的一部分嘛？我觉得人一定有各种面向啊，细腻是一定有的。有变态的部分吗？肯定是有的，像是这一本书，就是我从零到有，变态的去想要把它做好，非常认真。这看到了吧？什么 ？Oh my god！ 这尺都有哎，这有吓到我哎！拜托要买。很多人都一直说什么全裸，这个是看到。可是我说真的，这个有些东西是若隐若现才好看，不是整个。对。可是你有没有塞？没有啊，你没有塞吗？那个是肉色怎么塞？看到那个是他的睾丸。你有诚意。大概10年过后都不会再发了。你可以出完这一本之后就不用再出了，就收山了，慢慢穿回来的这样。这本书说真的，它有真的是不同面向，不是只是卖肉。但你尺度是真的大，因为这些真的是已经接不到戏的状态。但是你真的是这些毛是可以来除毛，可以找马克师除。他搞不好觉得那些是性感的啊。裸体做一个早餐，我就蛮开心的，就真的会带给我很多快乐这一张。那你还会裸体做什么事啊？裸体做什么事？在家运动。可是我自己在家居家健身，裸体很 K， 为什么？就是那根甩来甩去，我觉得很怪啊。就是要把它包覆，才不会。做一些比较裸体就没办法包覆。那你干嘛不穿内裤就好？那你就懒得洗嘛。你如果穿着它流汗，那你是不是还要再多一个洗的动作？是一种懒惰，多一种解放。对。这样转可以吗？你总共筹备多久？我筹备了1年多哎，听起来有点扯，但就是我有经历一个低潮嘛。那时候就是我吃不太下，那我变得很瘦。然后那时候出版社就问我说，不要聊第2本书。结果没想到去年年中的时候，疫情爆发，所有的拍摄都延后，不爱吃宵夜。然后垮掉之后，等到疫情慢慢缓解嘛，然后我才开始真正的，对，它算是我一个从低潮，然后慢慢转到工作高潮，可以这么说。这真的是我人生中的高潮哎！你经历什么低潮？好奇，你是因为那个时候，是不是刘道士抢了你的饭碗？是，不要这样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，拜托我不喜欢写真男星的前辈，不要出我都不敢出，我先躲起来。买我写真的，赶快买这一本。你自己不是蛮自律的？那你刚刚说你很爱吃宵夜，这是那是荧幕形象。你的吃是有多夸？宵夜，比方麦当劳这样。对啊，那都很正常啊。可是你看起来很结实，所以我今天不能拖啊。有没有？哎，好，可以了。还是有吧。有。你最喜欢吃的美食是哪一个？吃的是像台式的那种干面啊、米糕啊、卤肉饭那种，高热量、高油脂、高淀粉那种，珍珠奶茶。我以为你会讲嘉义火鸡肉饭之类的。哦，我嘉义人。对啊，我以为你会带出来这个东西，就你没有。对，嘉义人请 diss 他。厨房这一组，厨房就是只穿这个，我全身都没穿，将近快10个，他们就很担心我，会怕说我放不开，然后我看他们一群人在那边窃窃私语，在那边讨论我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围裙这样翻开来，
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哦，我已经没有包袱了，看哦，我就随时都可以我。就让他们，然后他们就整个吓到，然后说啊，哎的，结果10个晚上回去做噩梦，大蟒蛇，大蟒蛇。如果未来有戏剧上啊演出，如果是要全裸又真枪实弹这种，你是可以的。可以，嗯，干嘛在打？可以啊，因为可以。我有看过他的某一个电影，还蛮大尺度的哦。什么？《红楼梦》吗？还是对还是《红楼梦》？《红楼梦》是我第一部电影。你还很尺度很大哎。对，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快递，白天是很正常的送货，到了晚上就是嗑药啊、吸毒啊，然后什么3P 什么的。对，都3P 耶。那时候到现在的你，眼神已经透露更多的讯息。第一个电影的话，他的眼神可能比较害怕、单纯一点。到现在，他可以演示的比较多情绪方面的改变。所以你在这个写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每一个情绪都会不一样，眼神会告诉你不同的感觉。每一卡都想要呈现不同的氛围。啊，我觉得你的眼神在镜头上是迷人的哦。那你可以演那个变性人吗？可以，我现在还没有到可以挑选剧本的程度。因为我知道你的偶像是吴康仁，那你可以向他致敬一下吗？可以，来，来我店消费啊，快点！演员请就位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来啦！有没有人来找我演戏？没有，好，没有人演戏，你要养我。请你，养你吗？终于找到归属感了。然后我们请刘道玄来演一个宝宝的片段，来，请客人来就位啊！好，演员请就位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来这里点台嘛。哎呦，好了，我点了。好想要去打他哦！果然是演员前辈。对对。那你看，证明他也放得开，你也放得开了。希望看的是你们2个都当受。那谁当公？对啊，那谁当？就2个都以为对方是公，然后发现啊，这才有冲突感啊。但是或许你讲的没错，我们的形象比较属于比较阳刚。那如果找你演受，你可以吗？可以耶，反而会更有挑战。我也觉得好像可以。因为以往我每一部的同志题材都是1号。对，我也是哎。我觉得为什么没人找你去演那个0号啊？因为0号比较会有演技的表现，因为1号也是1号表情多一点。因为0号比较多那个心理的挣扎。我自己观察啦，其实1号、0号，说不定像我在戏里不一定看得出来啊，有可能是0号啊。应该是说1号比较像是保护别人的，0号是比较被保护的，也是可以这么说。对，所以拜托下次他找你演1号，你说不行，我要演0号。那我们现在对镜头说，我们想演0号。好，来一起来，3、2、1，我们想演0号。你也想1号。可是如果没有床戏的话，可能只能用这种感情方面的被保护的保护来决定他是0还是1啊。所以耽美剧就是这样子来分的。你人生中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到台北当演员，因为我原本是在南部当健身教练，一下子转变太大了，完全不同的领域。因为当演员会经历很多不固定、不确定嘛。你对于比方说感情也好，或家庭也好，你会忽略掉，因为会就会导致说我会尽量不要太常回家，让他们觉得我很忙，其实就很闲。如果有人支持50本的话，你会给什么傻币子？直接亲了吧，可以亲额头，亲额头。我要对我自己有自信。对，你要有挑战。100本啊，新娘抱可以吧？绝对可以。对啊，新娘抱转3圈，100本就喜欢转圈嘛。看谁头先。你真的假的？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一个最好玩的环节了。如果只能推荐一部电影跟音乐来代表你这个人的话，你会推荐哪一部电影？其实我很喜欢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《有你真好》。这部电影简单来说，就是在讲一个小朋友跟一个老奶奶相处的故事。为什么我会想推荐这部电影？是因为我从小是我阿嬷带大的。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，我阿嬷就在我旁边，我就联想到我阿嬷。对不起，我阿嬷已经去世了。因为我小时候我住乡下，然后我有一次吃到麦当劳，然后我就回去跟我阿嬷说：“阿嬷，我想要吃薯条。”然后我阿嬷就弄那个，我有点想哭，怎么会这样？她就弄那个地瓜，然后去削一片一片去炸，但是炸完的成品就完全不是麦当劳的那种薯条。我说阿嬷，那个不是薯条啊。然后你把它撒在地上吗？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只是我事后想一想，我觉得我阿嬷很爱我。
就是我长大想到，我觉得阿嬷很爱我这样。因为那部电影里面有一幕是，然后也跟阿嬷要求说她吃什么，她做出来不是嘛，然后她把它弄掉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一部电影会让我想起跟我阿嬷的那个故事这样。而且这故事就在讲一个老婆婆，然后照顾孙子的故事。对，通常都是父母要出去赚钱，所以祖母的类跟我们的小朋友的隔代教养的问题就很多问题。因为你知道长大的人比较有智慧，可能包容力比较大，然后小朋友的我就会比较任性，我想要我就要啊，然后可能就会不小心伤害到比较大的祖母类的人，然后这时候你再回想起这部片就比较多感触的地方。对，而且那一部片最后有一个离别嘛，然后我当时候在看，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生死，我就会想说，阿嬷会不会有一天要离开我？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就不敢去想。就他前3年吧，真的离开我，就真的觉得，哇，真的，就是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从小带我，对，就会觉得这部电影，看到这部电影我就很难过，我甚至是不敢去看它，你懂那种感觉？我知道，因为你有投射在里面。我不知道你的故事跟里面上有很多是在跟就是他的祖母在争吵，我小时候也是很皮，就是会惹阿嬷生气的事情，很揪心哎。对啊，就是男孩子小时候一定都这样，而且我还会偷钱去，就是那个杂货店去买一些小零嘴，重点是那个钱还是古钱，那现在已经不能用，然后我小时候还偷它，然后我还被我妈小骂了一下这样，看那部电影就会真的很有感触。那我要跟你讲一个更感触的事情哦。就老奶奶去年我知道，去年去世，而且她一辈子只有演过这一部片，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，蛮感人的。这部片已经20年前了，到对现在为止你还印象这么深刻就我现在还是很想我妈。如果你想对她骂的话，我说一句，她那时候已经意识不清，躺在病床上，已经差不多快走的时候，我在她的耳边说，我下辈子还要当你的孙子。你这样会让阿嬷走不了就好感动哦！就是天哪，天哪！我觉得如果是我阿嬷，我真的是会非常喜欢你的孙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不是一个会表达情感，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懂那个力量有多大？那已经是我当时最想说的一句话，给他照顾到，真的是我很幸福。你要知道，冠宇真的很爱你，而且冠宇出了一本很棒的写真。阿嬷不要看，阿嬷不要看，对，阿嬷不要。我突然想到，是我还有一部想要推荐的电影，可以，也不是推荐啊，就是印象很深刻，就是《铁达尼号》这部电影。好，大家都很熟悉这部电影，但是这部电影是我有史以来印象中，我跟我爸爸妈妈、我姐姐，4个人，一起去看电影院看电影，好像就只有这一部。你的意思说，你跟你父母就是唯一第一次看电影，就是那一次。小时候啊，因为长大重要。长大你会跟你爸妈去看吗？对啊，没有。重点是，它有一幕是比较车震嘛，是不是？就有一个手印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妈就这样子，对，我印象很深刻。我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小，可是那个最大尺度不在那边，最大尺度是全裸。然后重点是我妈她在滑社群嘛，我就会。不，你妈妈不要。那时候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，我跟家人第一部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我还记得我爸开的那一部很老的车停在地下室，然后我们一起走上去。那你能不能答应我录完影之后，约你爸妈再看一次电影，这样可以？《红楼梦》吗？红楼梦他整场遮到底你还不要！但我跟你讲，听完他这2个故事后，我发现他是非常重家庭的一个人，跟来自乡下的小朋友当初的初心还是保留。对啊，所以我拍《日光树影》的时候，你有感动，就真的很，因为那是在讲家人，所以你想到如何跟你家人出柜吗？冠宇是 gay 是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妈妈你不知道吗？我不是啊，他不是好，慢慢摸索一下。就妈妈还看到可是没有，妈妈不要紧张，她会结婚，但不一定会爱他。其实他外表这么酷的情况下，还有一个铁汉柔型温柔的一个状态，完全不一样的 Adam 的感觉，很酷，变成温暖又好聊。
那如果好了，1000万的话，要跟你发生关系，你觉得你可以？我真的不行。好，为什么我可以耶？你可以可以啊！你太廉价了吧你1000万很多哎，被干了被干，哎呀，被干不行， 1500万，可以。医生，你怎么可以仗着你这样子？没有，我觉得你的价值观很真诚，真的在问他，你真的在问他，可是而且你真的有那个钱，那我不是，但是我先问你，1000万不行吗？还不是因为我就不是看钱的。可是如果有人要出1500万，要你拍全裸写真，露全裸，如果拍戏，我反而会更有机会一点。电影分析一个人的那个个性嘛，我觉得他真的是蛮重这种亲情类的。你小时候跟你家人一定是有某种的距离感，但你一定是属于不太敢表达感情的人。所以我从来没有跟家里讲过我爱你，真的。阿妈也没讲过，我爱你呢，会这样吗？为什么？那种很邱泽，我不会这样，就跟我不会跟我妈开玩笑。但是我那时候小时候要回城市的时候，都会亲我阿妈脸颊这样。如果是音乐呢？音乐我觉得是杨培安的《我相信》，也太跳动了。就不跳动，我觉得还不错我很认真的。对啊，哦，这样你可以尊重一下人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国中、高中、大学都是打篮球校队。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社间早上晨操的时候6点，他都会准时放这首歌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就是激昂很亢奋。你可以再唱一次吗？你说现场？对啊，我的我荧幕出唱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之前拍片唯一唱一首歌是什么？生日快乐歌。冠宇把他的第一次给了我们，以后没有人会找我唱歌了。好了，好来，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，在日落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那个。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。嘿，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。嘿，起床打篮球。就是会放这首歌，宿舍所有的球员都要起来运动。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烦躁，但是同时你也有很想要、很努力的那一种情境。那很多种情绪啊，就是你早上很累，但是你又心里觉得不想要，但是身体还是走到球场，就是那种打拼的过程。那在球队有发生什么比较你觉得比较劲爆的事情？劲爆，干架，干架有。对啊你是会打人的人吗？我是会去阻止那种。没有。可是你感觉就是会，对啊，操！其实我为什么会健身，是因为我被干到流鼻血。不可能，真的。我以前打球队的时候很瘦，我都是被出拐子的那一个人。有一次我就是被撞到流鼻血之后，我才开始下定决心要健身，想要把它干回去。那以前你比较瘦的时候，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反击？我就只能废啊，就是用嘴巴，你走越退越远这样。也还好，是因为他出了那个拐子让我流鼻血，然后我才开始健身，然后开始健身之后才能遇到你。谢谢拐你的人。对啊，那时候我大3，然后我被拐之后，我想要大4联赛的时候想要拐回去，可是当我练到那一个可以拐回去的程度的时候，你就没打了。我心境上已经变了，我根本就不会想要伤害人。没有，因为像以前，像如果他在运动的时候，会觉得啊好烦哦，要起来运动。在你长大的时候开始怀念这首歌的时候，它会带给你很多无限的东西。阿妈也是一开始他会觉得小时候管他很多，可长大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很念旧。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件坏事。我念就是好的，是一个美德。就看事情，有时候如果太纠结过去，我觉得是坏事。交往最久的是几年？5年吧。5年很久可以结婚了吧？那时候好像是刚上台北，所以你为了追求梦想，然后放弃你的没有啦，刚好因为上来台北，所以远距离，所以那个关系会有一点。他不支持你走，他支持，可是他没想到。远距离真的会把一个感情变淡。可是嘉义跟台北很近啊，但你就不是在3个小时不是同一个城市嘛？不是同一个城市。好了，我觉得5年是算念旧了。那如果他有一天再回来的话，你会吗？现在或许还真的会。你是会阿花，快点来阿花！因为疫情有可能又在严重了，那我们做一个比较容易居家可以练腹肌的方式。你就这样吗？就做这动作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就发现我讲话越来越喘。
做几下？初学者可以做个12下，那如果是像你比较有运动经验，你可以做到力竭啊，然后3到4组。那最后让你就是你自己推荐你的写真。好，是真的很用心在做这本书，而且它是我的第一本全写真书。你想要看的都有。好啦，买爆2个字就是买爆，买爆看爆，总之就是爆。今年第一爆就是爆下去就对了。好，今天谢谢我们的冠宇来到这里，谢谢。是1月22签书会在台北汀州金石堂，3点开始。1月23是高雄星光3月左营店，1点开始。感谢。